人从来没有赔偿台湾人，所以我阿公才不像台湾的某些人这么的媚日。民进党台独党纲之前从来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政党。他的台独党纲是用什么样的情绪，用什么样的理由把它接进去的？民主化之后，海外黑名单尤其就是以台独联盟为主流，他们是公开在海外主张台独的，迁回台湾搞政治，就对民进党现任的现实的政客造成了重大的挑战。对于民进党来讲，他就想要掠夺、扭曲跟改写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历史。一个社会被一种思想统治以后，这个社会必然走向崩溃的。台日友好是神话，日本人跟台湾人之间当时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制度，哪来的那么多情感交流呢？日本帝国把台湾的卫生建设得很好，为什么国民政府来了之后，一直到很晚才有所谓的下水道接管工作？又做过来一个谣言，所有的排水计划仅限于日人居住的城内，并未对台湾人的建筑进行任何改善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日友好是一个神话，日本帝国统治台湾50年，只有这么482对，台湾跟日本的夫妻。现在民进党搞的是族群分裂，他又要搞台日友好，这不是精神分裂吗？到了1942年，台日的结婚的夫妻无限接近于1/1000，也就是说海角七号或者是听海勇里面就是千里寻一。但是民进党的历史论述是外省人有计划的屠杀本省人，是有仇恨的，体现不出来台日友好。日本人自己内部通婚在台湾结婚的数量是24690对，那同样年份的日台之间的联婚只有482对，日本人娶原住民更是稀少到只有11对。注意哦，是从1905年到1942年，时间拉的跨度非常的巨大。为什么这么少的台湾人娶日本人，日本人娶台湾人？帝国一辩所是这样的：从日本殖民政府角度来看，未生的日本人和不结的台湾人是有分别的，居住环境的隔离叫种族隔离。按照美国的黑人与白人制度来说，就是种族隔离。当时所有的排水计划仅限于日人居住的城内，并未对台湾人的建筑进行任何改善。这又戳破了一个谣言：日本帝国把台湾的卫生情况建设得很好。结合为什么台湾人跟日本人结婚的数量很少，当时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制度，所以日本人跟台湾人之间没有什么很大的感情。台湾本省人跟日本人的关系是十分不好的，因为是种族隔离，哪来的那么多情感交流呢？日本帝国把台湾建设卫生先进发达国家，中国人卫生不好，习惯不好，因为8年战争8年战争怎么发展那个卫生呢？生存第一啊，生存完了以后才能去搞卫生建设。谣言很多年，日本人带来了先进现代化的工程，为什么国民政府来了之后，一直到很晚才有所谓的下水道接管这样的工作呢？欧美或者甚至在日本、台湾的台派的或独派的学者写了很多的论述，那里面所享用的大就是日本人。台日结婚主要的样态，通常还是有一部分有理想主义的日本人，他愿意只身下到台湾的乡村去进行一些工作，有一些通婚就发生在这里，也就是他事实上他把自己变台湾人了。但是大家在日本的户籍制度上，大家记得日本人在台湾是没有户籍的。对日本政府来讲，日本人来台湾是出差的概念，台湾人的户籍也不能到日本去。那少部分这台日通婚呢，除了发生在台湾本地之外，还有发生在日本当地。台湾有一部分的皇民化的家族，但他们基本上呢都让下一代学了很多日文，主要是生意的关系。到了日本有些就娶了当地的日本人。台日通婚在台湾为什么那么少？甚至呢可能在去做生意各种原因，然后娶了当地的日本人呢？最有名的鹿港辜家，辜显荣就有一个日本太太辜宽敏，妈妈是日本。抗战之前，国民党跟共产党娶的日本人或者是嫁给日本人，会比台湾人之间跟日本人之间会更多。陈仪的老婆就是日本人。实际上台湾人现在的卫生观念应该是中华民国建立起来的，全民教育普及，农村土改以后，农村的人口暴增，说农村人口要到城市里去打工，到城市里打工就要学习卫生制度、卫生观念。中国其他地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，文明比较高，比较卫生。然后进去这些城市打工的人又回到乡下的时候，就会把那个城市里面的卫生观念带回到乡下，这是阶层流动以后使台湾人的卫生观念提高。打完了工以后赚了钱，每年都要回家过年，卫生观念带到农村去，然后这样长期以往，整个中国的卫生观念也有很大的提高。当然比较严谨的一个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当然台湾这边是，毕竟现在的历史论述不能说中华民国好，只能说日本帝国对台湾好。这个相当于现在西方极左政治正确环境下搞出来的一种
一种十分偏颇的研究。一个社会被一种思想统治以后，这个社会必然是要走向崩溃的。日本人从来没有赔偿台湾人，所以我阿公才不像台湾的某些人这么的媚日。真正的台湾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这么多的台湾人被日本人抓去接受了这些苦难，后来对日本人是非常排斥的哦。我阿昼被抓去日本当军夫，后来被迫当兵，回来的时候人形容枯槁啊，据说都不认识啊，出去穿的是车夫的服装啊，回来的时候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服装。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分歧，大家在中国大陆吃非常非常深的苦跟灾难跟羞辱，这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。但台湾何尝不是这样？台湾过去这100年何尝不是这样？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讲，他就想要掠夺、扭曲跟改写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历史。民进党其实一直到后来为什么有台独党纲？民进党有台独党纲之前，从来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政党。民进党为什么有台独党纲？他的台独党纲是用什么样的情绪、用什么样的理由把它接进去的？民主化之后，黑名单消失了之后，李登辉就是准许海外黑名单可以回台湾。海外黑名单尤其就是以台独联盟为主流，他们是公开在海外主张台独的，迁回台湾搞政治，所以就对民进党现任的现实的政客造成了重大的挑战跟威胁。台独联盟呢，从海外回来，很多都是受到日本当时跟日本合作的家庭。西方的民主政治里面，要怎么样获得选票，怎么样获得群众的目光，民进党当权派就受到了冲击啊。这一点就大家就要理解是这个部分。这个背景所形成，当时台湾是属于西方阵营里面，基于民主世界的灯塔，民主世界的老大哥叫做美国。共产世界老大哥叫苏联。当时美国回来，对台湾的人才是具有在思想、在高度、在认知上高度的碾压。新潮流是台湾本土所产生，蔡同仁他们所代表的，他们就把美式的那一套带回来。所以为什么要创办民视？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民主政治里面，这些媒体的功能性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哦。台湾原本的这些党外，其实新潮流的成立是比民进党成立还要更早，他们是先有流才有党。新潮流为了要对抗台独的台美人，他们呢也跟他拼白刃战，你端刺刀，我也端刺刀，两边就互相砍杀，台独意识来竞争。今天谁当总统？新潮流的赖清德啊。所以这个台独意识的起点，民进党台独化、党外台独化的起点就从这边开始了。新潮流为了要活下去，为了要争夺路线的主导权，把这片台独，一方面我对外对抗从这个美国回来的台独联盟，我抢夺台独主导权；对内我去压迫民进党原本的建制派施明德，他们追求的是自由民主，追求的不是台独。这一群所谓自由民主，不管是台湾本省的或者是外省人，他们的源头都是来自自由中国的雷震，彼此在对抗拉扯哦，非常精彩。当时党内的建制派是想要民主化的，是想要开放，就是有言论自由的这样子，而并没有要主张台独。而且民进党曾经主张台独，在国大选举里头惨败，跟李登辉选就惨败，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：大多数民进党的支持者，他不是主张台独，他只是扶老沙文主义。